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每天几点吃饭，几点睡觉，竟然和你患上癌症、糖尿病的风险存在令人震惊的联系？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危言耸听，但全球顶尖的时间生物学家萨里大学的 Deborah Steen 教授带来的研究，可能会彻底颠覆你的认知。我们都听说过生物钟，但你可能不知道，你身体里不止一个生物钟，你有一个主时钟和无数个本地时钟，它们必须完美同步。为什么上夜班会显著增加癌症风险？科学家发现了可怕的元凶，你周末多睡的懒觉正在让你变胖，一种叫社会性时差的东西正在伤害你。晚上玩手机到底是不是智商税？这期视频就是你拯救生物钟的终极指南，它信息量巨大，但请一定看完。我们将为你揭示身体运作的底层逻辑，并提供4个马上就能用的实用建议，让你重新夺回身体的控制权。首先，我们说的生物钟到底是什么？Steen 教授解释说，我们体内有2套时钟系统。第一是主时钟 Master Clock， 它位于你大脑的下丘脑中，是整个身体的总指挥官。它会告诉你的身体，嘿，现在是早上了，准备起床，或者天黑了，准备休息。第二是外周时钟 Peripheral Clocks， 这更关键。你的肝脏、胰腺、肌肉，甚至皮肤，它们各自都有一个本地时钟。为什么你需要这么多时钟？Steen 教授说，这是为了预判。比如，在你真正醒来之前，你的身体就已经在预热了。你的主时钟会提前释放皮质醇，告诉肝脏和胰腺，指挥官要醒了，赶紧准备好能量葡萄糖。到了晚上，主时钟会释放褪黑素，告诉身体，准备关机睡觉了，不要再进食了。健康的关键就在于同步。你大脑的主时钟和你的肝脏时钟、胰腺时钟必须像一支交响乐团一样完美协作。如果大脑说睡觉，你的胰腺却在疯狂工作，因为你刚吃了宵夜，这就是失调。而这种失调就是一切问题的开始。那么，这个主时钟是怎么知道现在几点的呢？靠看手表吗？不， Steen 教授说，在过去25年里，我们有了一个革命性的发现。设定你主时钟的是光，而且是通过一条你意想不到的路径。我们都知道眼睛是用来看东西的，但科学家发现，光通过眼睛还有一种非视觉的功能。有一条神经通路从你的眼睛绕过视觉皮层，直接连接到你大脑的那个主时钟。这条通路就是你身体用来校准世界时间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光如此重要。它告诉你的大脑现在是白天，大脑在告诉全身所有器官现在是白天。Steen 教授强调，光照是同步你生物钟最重要、最关键的信号，甚至比社交、闹钟、吃饭时间都重要。好了，既然光和时钟同步这么重要，那么在现代生活中，我们是怎么一步步把它摧毁的？杀手1：轮班工作 Shift Work， 癌症的直接联系。Steen 教授指出，轮班工作是生物钟紊乱的极端测试案例，而大量的流行病学证据告诉我们，上夜班会显著增加你患2型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，尤其是癌症的风险。为什么？以前我们以为是光的问题，比如晚上开灯，但现在科学家们认为，一个更可怕的元凶是在错误的时间吃饭。记住，你身体的设定是白天进食、消化，晚上进食、修复。当你上夜班时，你在凌晨1点吃了一顿饭，你的主时钟大脑正在尖叫，现在是半夜，马上睡觉。但你的外周时钟胰腺、肝脏却被迫启动，处理你刚吃下去的食物。这种内乱的后果是什么？ Steen 教授引用了一项研究，让受试者吃完全相同的一顿饭，一次在中午吃，一次在半夜吃。结果发现，半夜吃的那顿饭导致的餐后血脂、甘油三酯水平要高得多。你的身体在半夜根本没准备好处理这些脂肪，日积月累，这些代谢紊乱就可能演变成慢性疾病。杀手2：社会性时差 Social Jet Lag， 你变胖的元凶。你可能不上夜班，但你一定有这个。什么是社会性时差？就是你工作日的作息和你休息日的作息之间的差异。比如，周1到周5，你用闹钟7点起床，到了周6，你关掉闹钟，一觉睡到9点才起。Steen 教授警告，这2个小时的差异就叫社会性时差，这对你身体的冲击和你坐飞机跨了2个时区没什么两样。研究已经明确发现，社会性时差越大的人，体重增加的风险就越高。你的身体根本不知道该听谁的，
他在周五刚适应了7点起床的节奏，周六你又强行改成了9点。这是一种持续的、慢性的时差攻击。杀手3：夜间的光污染，手机和灯光。这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问题。Skin 教授的团队花了25年研究光，他们发现蓝色的光是对生物钟影响最强的光。不幸的是，我们的手机、电脑、LED 灯都富含蓝光。当你晚上关了灯，躺在床上刷手机时，你眼睛里的那个非视觉通路正在拼命告诉你的大脑主时钟警报，现在是白天，太阳升起来了。大脑一收到这个信号，就会抑制褪黑素、睡眠激素的释放。结果就是你明明很累，但就是睡不着。你强行睡着了，你的身体时钟也全乱了。天啊，是不是很绝望？别担心 ，Skin 教授给了我们非常科学且实用的建议。你不需要辞职，也不需要搬到深山老林。指南1：早上请拥抱真正的光。我们晚上要躲避光，但早上要拼命接受光。Skin 教授说，最便宜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走出去。你可能觉得冬天阴天的早晨很暗，但 Skin 教授说，室外的日光，即便是阴天，也比你室内的灯光亮100到500倍。所以，早上醒来后，请在1至2小时内到室外去，不戴墨镜，待上10至15分钟。这股强大的光照会像重置按钮一样，强力校准你的主时钟，告诉全身，新的一天正式开始。指南2：晚上调暗比调色更重要。晚上用手机，是不是开夜览模式变黄就万事大吉了？ Skin 教授给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答案，不一定。他强调，光的强度，也就是亮度，和光的颜色蓝光一样重要，甚至更重要。如果你把手机调成了橙色，但你把亮度开到最满，那对生物钟的伤害依然巨大。所以，第一要务是调暗。把手机亮度调到最低，把家里所有的灯光都调暗，这比你纠结蓝光眼镜要有效得多。卧室一定要尽可能全黑。指南3：吃饭时间一致性压倒一切。我们总在纠结吃什么，但 Skin 教授说，什么时候吃同样重要。很多人会问，西班牙人半夜11点吃晚饭，他们怎么没事？ Skin 教授解释，因为他们的身体已经记住了这个时间，他们每天都在这个时间吃，身体的外周时钟、肝脏、胰腺已经适应了在半夜启动。最可怕的不是晚吃，而是不规律。你周一6点吃晚饭，周二9点吃晚饭，周三又点了宵夜，你的胰腺时钟彻底崩溃了。所以，请尽量保持你3餐时间的一致性。指南4：认识你的时钟类型。Skin 教授说，所有人都必须10点睡觉，这是错的。生物钟是有个体差异的，有的人是晨型人，天生早睡早起；有的人是夜行人，天生就晚睡晚起。这不是你意志力薄弱，这是写在你基因里的，你可以通过检测褪黑素水平看出来。如果你是一个夜行人，却强迫自己每天6点起床去工作，你就是在长期的、慢性的对抗自己的生物钟，这对健康是有害的。最好的建议是，尽量找到能匹配你时钟类型的工作和生活节奏。如果你做不到，那至少要保证社会性时差尽可能小。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这份生物钟拯救指南。同步是关键，你大脑的主时钟必须和你器官的本地时钟保持一致。轮班和时差是杀手，它们会增加癌症和糖尿病风险，而社会性时差、周末补觉是你变胖的元凶之一。早上多见光，立刻出门。室外光照强度是室内的100倍。晚上少见光，调暗亮度，亮度比颜色更重要。吃饭要规律，一致性压倒一切。尊重你的类型，你是晨型人还是夜行人？顺应你的生物钟，而不是对抗它。你的身体不是一台24小时待命的机器，它是一个精密运转了亿万年的时钟。从今天起，别再和你的时钟作对了。你是晨型人还是夜行人？你敢不敢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周末和工作日的社会性时差是几个小时？